為什麼現在還在拍膠片，在什麼都能立刻回看的時代，還有先裝卷等沖洗拿掃描？其實就為了那麼一點慢下來的感覺。按快門之前會多想1秒，等照片出來的這幾天，腦子裡每天都會回放那一次現場，那些顆粒劃痕、輕微失焦，最後都變成了記憶的紋理，能被你握在手裡。GGC 就做了這些事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回到 BRBD 的頻道。今天我們就很實在的聊一件事兒，怎麼把手裡這些膠卷高效、靠譜、舒服的搞定。挑了5個我覺得真的有用的小工具，從翻拍、收納到應急，把一條完整的膠片工作流穿起来。相機翻拍套裝、手機翻拍器、135抽片器、15卷硬壳盒、5卷隨身軟包。本期視頻70%是摄影乾貨，30%留給情緒和故事。一句話總結這5樣東西的順序就是：吹灰、上夾、按快門、收好卷、片頭抽回來補救。只要你記住這條鏈路，膠片這件事情就不會那麼亂。先說第一件，也是我認為想留檔時候一定要用得上的相機翻拍套装。可以理解成把你的数碼相機搭了一條鐵軌，相機固定在上面，鏡頭垂直朝下，下面是一塊均勻的白光，中間是能壓平膠片的夾子。用法特別簡單，相機架穩，鏡頭能近攝就行。膠片放進夾子裡，先吹乾淨再压平，對清楚細節再按快門，一格一格來，不着急往前推。它最大的價值就是2個字：穩和細。35毫米、120都能搞。翻拍出來的畫面細節很扎實，哪怕以後想洗大尺幅，想拿去做書底子都是夠用的。如果你腦子裡有膠片檔案庫這個概念，希望這些畫面10年、20年之後還能被拿出來重新利用，這套相机翻拍器就是必備品。第二件是更轻量、更快的一種方式，手機翻拍器。它的定位就是轻量工作台，手機固定在上方，下面同樣是均匀的白光，胶片往裡一推，一個小遥控或者連着線，直接就能拍。優勢很明顯，快，占地小，不用搭大陣仗。出門旅行甚至住酒店的時候，也可以把当天的卷翻一遍，直接發朋友圈、小紅書这些社媒。当然也有一個建議，把手機的最高畫質打開，也把高畫質、高分辨率的選項勾上，然後膠片一定要擺正、壓平再拍，不然邊緣會有模糊，還不好猜。所以手機翻拍器就是社交媒體優先的一套流程，當天拍、當天翻、當天發，滿足自己也滿足朋友。遇到特別喜歡想留檔的那幾張，回家再利用相機翻拍那一套補一遍，這樣效率和質量都能兼顧。第3件是一個你大概率不會天天用，但一旦用到就能救命的小東西，135抽片器。膠卷拍完一激動多擰了一圈，片頭回卷乾乾淨淨。這時候不要用手去摳，更不要掰開暗盒。正確的操作是先輕輕反擰一下卷軸，讓裡面稍微放鬆一點，再把抽片器插進去2次，聽到了輕微的摩擦感，慢慢往外拉，片頭就乖乖的出來了。便宜簡單，但關鍵時刻能幫你把完蛋了的局面拉回來。家裡備一個，出門也扔相機包裡，這事兒相信我。第4件是偏出差打仗一點的15卷硬殼收納箱。如果你出門拍膠片，不是帶1、2卷，而是動不动帶10幾卷，我會強烈建議這種硬殼結構，一格一卷能裝15卷。殼子本身防壓、防濺、防灰，扔後備箱、塞行李箱都不心疼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幫你把卷跟卷之間的狀態區分開來，給每卷貼個小標籤，寫上黑白還是彩幅、ISO 和日期。拍完之後就把那一格翻個面或者單獨放在一邊，回家整理的時候一看就知道哪卷拍了什麼，有沒有冲，節省的是你之後一整晚翻箱倒櫃的時間。第5件是城市掃街短途出門必備的5卷隨身軟包。理論上大多數人都不可能每天帶着15卷上街，大多數時候只是周末掃個2、3卷，這時候軟包就太好用了，一掛或者直接塞進包裡，拉鏈一拉開就能換卷，比你在双肩包裡摸半天的那種體驗簡直好太多。把這5件東西串起來，其實就是一套很樸素很好用的流程。拍之前先把气吹小刷子拿出來，把膠片、壓片、燈板都清一遍，
畢竟灰塵是頭號的敵人。翻拍的時候，相機那套強調穩，別手抖，別趕進度，對清楚再按；手機那套強調快，最高畫質，對焦鎖在膠片上，最好用遙控器避免按屏幕的抖動。存檔時用日期加卷號加胶卷類型命名，過幾個月再打開硬盤也不會迷路。聊完工具，我還是想留一點時間給情緒。我现在越来越覺得膠片不是復古，也不是為了跟誰不一樣，它更像是一種把記憶變成實體的方式。裝卷上機，按下快門，中間那一套動作會迫使你慢下來。照片出來之後，那些邊緣的小劃痕顆粒，甚至是輕微的對焦失誤，過一段時間再看，反而變成你對那天、那個人、那場光線的記憶锚點，其實還挺值的。OK， 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依舊，如果你有什麼不懂、不會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，歡迎評論區留言。我們下期見。